2004年，中国申报了一个世界遗产，没想到韩国的朋友直接破防。这个世界遗产全称是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，地址位于吉林吉安和辽宁环仁。在申报成功前，韩国主流报纸《中央日报》专门做了一个系列报道，字里行间满满的急迫呀！中国试图将高句丽历史纳入其历史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文化冲击。可以说，韩国人对高句丽的执念已经魔怔了。韩国不能失去高句丽，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，就像虎牙青年不能失去三联。我们环行中国的旅途，在离开了丹东之后，下一站便是吉林吉安，正好就路过了这个韩国人魂牵梦萦的世界遗产。3句话介绍一下高句丽。高句丽这个国家始于西汉，是东北地区的扶余人高朱蒙建立的国家，因为在汉朝玄图郡的高句丽县建立而得名。总体上算是一个边地政权。中原强大时就依附纳贡，中原混乱时就借机扩张。首都从辽宁的环仁迁到了吉林吉安，后来又迁到了朝鲜平壤。唐朝时与中央政权展开决战后大败被灭国，将近1半的人口流入中原，其余流入朝鲜半岛南部及日本等地。在吉安的这个世界遗产就包括了高句丽的都城完都山城。高句丽的都城建设和中原王朝风格完全不同，他们依据当地多山的地形，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山城，群山像口袋一样包裹住了宫城。虽然十分狭小，但易守难攻，你光是去参观都会觉得安全感满满。完都山城是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东亚山城的一个样貌，就是它会非常讲究地形地势，甚至还加了一些风水学。它是群山包成了一个口袋，就在现在的景区大门是进入这个口袋的唯一的一个口。景区陈设比较简单，除了还原一些城墙之外，就只剩下王城的遗址了。这个与我们之前在洛阳看到的汉魏故城类似，没什么复原。来这儿你得多发挥一些想象力。但是在王城附近有一样东西，你无需发挥想象，而且无比震撼，它就是保留至今的原物件，很直观地摆在你面前。它是好太王碑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刻有碑文的石碑之一。好太王是高句丽历史上最重要的君主之一，他将高句丽的疆域扩大到了空前的规模，据说每年都会有很多韩国人来这块碑朝圣。这块好太王碑是记载高句丽历史最详尽的一块石碑，没有之一。那么跟我们想象中的很多石碑不太一样，我们想象中的石碑更多都是驮在这个乌龟后背上扁扁的那种，但是这块石碑呢，它像一个柱子一样，它四面的面积都差不多，上面都刻有文字，上面大概刻了1700多个文字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。高句丽王朝从原来的东北，从吉安开始渗透向了朝鲜半岛，甚至是整个的东北亚的相当一部分区域，所以很多韩国人会将他们的历史纳入到自己的这个历史系统当中。韩国媒体和学界对这块碑的关注不少。之前看过一位韩国学者在论文里说，高句丽的文字是一种特有的文字，高句丽人在文学运用上超出了对汉字的简单理解。我定眼一看，只需运用9年义务教育的功底，我差点就把这1700个字全读出来了，确实特有，确实高超。大哥，这不就是汉字变了个体吗？高句丽的碑独树一帜，墓葬也别具一格。在完都山城周边星罗棋布地散布着数十座贵族墓葬。我们一般常见的坟包学名叫封土墓，但在高句丽这边，墓是巨大的条石堆起来的，学名叫基石墓。这让你想到了什么？没错，埃及的金字塔。而在众多金字塔中最壮观的就是好太王儿子长寿王的陵墓将军坟。一开始看景区称它为东方金字塔，我还以为言过其实，但实际看来真的壮观。我们现在到将军坟了，前面应该就是了吧？哇，这好大呀！这个比完都山城的大多了，这个很壮观，真的非常大。哇，这就是长寿王的陵墓，也叫将军坟。好太王的那个济功碑呢，就是这个陵墓的主人他的儿子长寿王给他建的。这个陵墓号称为东方金字塔，一开始我是没有想到这个陵墓的规模有这么大，规格这么高。但是你到这个墓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太壮观了。一开始这个墓发掘的时候，很多人认为它规格这么高，一定是高句丽的某个将军吧。结果越发掘越不对劲儿，结果一看，哇天，高句丽的一把手。你知道到这边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？就是你会觉得它不像是一个历史的文化遗产，而像一个自然遗产。
就这个地方的环境好的可怕。小心有蛇。就这个地方自然环境属于是好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些墓应该是有复原的痕迹的，因为刚刚我们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些人在对这个墓进行修复，而且我觉得这种地表裸露的墓能够从5世纪保留到现在，似乎是不太容易，自然或人为的关系吧。我觉得能够保留到现在应该是不太容易的。没想到让我猜中了，吉安的高句丽陵墓大多都是被盗窃过的。而说到盗墓，最近的一起发生在1997年，震动中国。以金泉红和韩享国为首的盗墓集团在吉安多次盗掘高句丽古墓，期间采用了极为暴力的手段拆解了高句丽古墓的壁画。此次盗掘性质极其恶劣，为首的主犯都被判处了死刑。颇为吊诡的是，这些壁画在被盗后通通流向了韩国，期间发生了什么，我在主流报道中没有找到，因此不得而知。最恶心的事情来了，韩国人在2020年拍摄了号称韩国首部盗墓片的动作喜剧电影《盗墓同盟》，其中就有主人公在中国盗掘高句丽陵墓的情节。 접근이 쉽고 그 벽화가 발견되는 고분군, 바로 이 중국 지안 쪽 고분군이 우리 고구려 원정대의 발굴 장소가 되겠습니다. 甚至包括用切割机切割壁画的细节也被还原了出来。在回到韩国之后，主人公还不忘说上一句 한국의 냄새. 야, 오늘 미세먼지도 없네. 说实话，这种表达卑鄙、狭隘且无聊，再多一句评价都算我输。对了，高句丽陵墓的壁画中有一幅非常出名，那就是伏羲女娲图，不然让他们给这2位也办一个韩国护照。那么为什么韩国会这样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理解，从2方面考量吧。第一方面是东亚国家在近100年的时间里，其实是有非常惨痛的屈辱史的。民族自尊心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很难去触及的这么一个点。可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，很多时候民族自信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的史观，并不需要过多的去标榜。过多的去陈述，因为这个事实是似乎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了，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对于周边的小国来讲，怎么样去强化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呢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扩大自己的史观，去将可能超越地域的历史能够纳入到自己的史观当中来。可能这样看起来自己的文化叙事就会更宏大一点，自己的历史叙事就会更丰满一点，看起来自己的民族在追溯其源头的时候也更扎实一点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件事情恰恰反映了自尊心不足的这么一个现实，所以我是很理解韩国人的在这点上。但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偏路，不应该这么走，应该更多的去站在当下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这样的文化自信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从吉安离开后，我们北上继续环中国的旅程，下一站是一个我们曾经闻所未闻的边境小城吉林临江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居然是在这里退位的。品尝当地汽水加雪糕的中国式雪顶，眺望一江之隔的朝鲜铜矿，都是我们的初体验。边境环游的旅程刚刚开始，关注一下，和我们一起探索吧。